中共中央、国务院周一印发《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在广东省和香港、澳门特区引发广泛反响。广东省委省政府和深圳市委市政府分别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有关工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二表示，相信前海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会进一步改革开放，为香港经济提供更大动力。周二，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和省长马兴瑞分别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和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海开发开放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研究我省落实意见和贯彻落实有关工作。同日，深圳市委书记王伟忠和市长秦伟忠分别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和市政府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海开发开放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有分析指出，前海合作区是深圳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创新试验平台，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紧密相连。许多国际专家学者也对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引擎作用有过深入观察。Because it's been flexible enough to change its role. I think that Shenzhen and its both its economic model and its growing middle-class consumer population are both part of that mixture. So I'd say that if you want to see somewhere where the economic changes in China are happening in a way that's really very indicative, very, very vibrant, then Shenzhen is a great place to look. We're witnessing a whol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China, of which, for example, the Bay Area is a key example. And I know Shenzhen is a center of a lot of experimentation in all sorts of ways and new kind of ways of doing things. So I think that, that there's a strong argument for saying, well, actually the Bay Area is going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the most advanced area of the global economy. 林郑月娥周二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时表示，前海10多年前的定位已面向香港，利用香港在专业服务方面的优势，使该地成为一个现代服务业示范地区。这次前海扩区面积比以前更大，香港的专业人士过去只能在15平方公里的前海范围内承接业务，但如今范围扩大至超过120平方公里。相信前海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能够实现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迎来更多机遇，也为香港经济提供更大动力。林郑月娥同时强调，特区政府会积极进取，主动参与前海方案。港深19个探讨两地合作的工作专班中，便有一个聚焦前海。特區政府一定會係好積極、好進取、好主動咁嚟參與呢個前海嘅建設嘅方案。咁所以我喺呢度就呼籲啦，鼓勵香港嘅專業人士啊、香港嘅青年呢，都要多認識同埋了解呢兩個方案為香港未來發展嗰個嘅好處。咁啊，特區政府一定會全力以赴呢，為我哋嘅產業提供更加多嘅動力，為我哋嘅青年人呢提供更加多佢哋可以發展佢哋自己事業嘅機會。林郑月娥下午出席香港国际机场第3跑道竣工典礼致辞時，再次提到了中央支持香港發展8大中心的措施陸續落地，呼籲全香港團結一致，共贏美好未來。事實上，我係好肯定同大家講，我對於香港嘅前景係充滿信心。除咗近日我哋知道嘅好事、喜事之外，可以預告中央支持香港特區發展嘅措施陸續有嚟。而家最需要嘅係我哋全社會團結一致，迎接呢個新嘅未來。此外，林郑月娥当天还宣布，香港居民由内地返港免检疫的回港易计划将于周3恢复。在中国内地居住，除中高风险区的非香港居民抵港均可豁免14天强制检疫隔离措施，而内地及澳门居民免检疫来港的来港易计划则将于下周3实施，每天将于深圳湾口岸及港珠澳大桥口岸各推出1000人的配额，共2000人来港。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周二也表示，前海与香港是错位发展的关系。以金融业为例，香港的竞争力来自一国两制的独特安排，要让法治和市场规则与国际接轨，汇聚金融机构和金融业人才。那这里面我们还是要重温2017年，那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在香港会展中心讲话当中提到的“苏州过后无艇搭”。那前海方案同样对香港不是一个固定等待它上船的一个机遇，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前海方案的出台也在香港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香港中华总商会周二对方案表示欢迎，指相关合作安排不仅为香港带来庞大发展新机遇，更有助进一步加强港深两地优势互补，让双方的独特功能得以更有效发挥。香港文汇报周二发文指出，全球发展的最大机遇在中国，香港发展的最大机遇在内地。从“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到前海方案，美好蓝图已经绘就，无限机遇就在眼前。香港大公报的评论文章则提到，前海方案对香港意义重大，香港社会必须清醒认识到，现在是前海过后无艇搭，不能错过这历史性机遇。所以呢，香港要有一定的这样一种责任感跟危机感。那么在与深圳进行合作的时候呢，应该以一种更加平等、相互尊重以及致力于共同发展，更加从容大度，更加着眼于这个蛋糕做大的，用这样一种发展型的思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表示，前海扩区就是要前海发挥深港融合，合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大的自主权。我们一国两制，这个两制啊，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 parallel 平行发展的。融合就是他们的，就是我们大湾区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把香港的规则延伸到我这边来呢？制度要互相的渗透嘛，互相对接嘛，这样才能发展呢。外界也注意到，前海方案也把港澳合作纳入了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大框架中。周二的记者会上，林郑月娥也主動提及橫琴方案同樣惠及香港。雖然一般人認為另一個橫琴嘅方案呢，主要係澳門嘅產業多元化，但係由於有咗港珠澳大橋嘅聯繫，香港同澳門、香港同珠海橫琴呢個距離都係拉近咗。對香港嚟講呢，呢個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嘅方案呢，都係同樣會帶嚟好多嘅機遇嚇。澳门日報總編輯崔志滔告訴深圳衛視記者，橫琴方案和前海方案雖各有差異，但均為深化大灣區發展的重中之重，直接體現了中央擴大開放的決心。就粵澳深度合作區嚟講呢，好大程度上會借鑑實行澳門嘅制度，呢個亦都係好大嘅突破。粵澳嘅深度合作啊，但其實咧，我覺得咧，香港方面咧，亦都可以完全有參與嘅好大嘅發展空間嘅。例如香港喺金融創新嗰方面有呢個深厚嘅經驗，呢方面完全可以去到借鑑同埋促進作用嘅。兩個特區中嘅特區一齊支持香港同埋澳門嘅發展融入國家嘅發展大局，呢度亦都體現咗中央嘅良好苦心。香港明報周二發表的評論則指出，前海合作區和橫琴合作區分別為港澳提供與內地整合的接駁點。對港澳而言，這是推動兩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助力；對大灣區而言，這是克服制度區隔障礙、推動一體化發展的制度創新；對中央而言，這是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一步。前海方案與橫琴方案涵蓋國家、大灣區和港澳3個層次，兩者同中有益，合作共贏是主旋律。也要以積極的、正面的，然後包容的，同時有效銜接的心態去面對橫琴方案，面對這個粵澳深度合作，並且可以在粵澳深度合作當中呢，尋找到香港參與的角色跟機會。那這樣才能體現出粵港澳大灣區整體是一盤棋。多引擎的發展不是要惡性競爭，而是要這個良性競爭，共同進步。整體上是在推動地方發展的同時呢，那麼促進國家這個綜合競爭力的增強。橫琴方案和前海方案相繼發布，藍圖業已繪就，兩個方案將帶來哪些發展機遇？
面对中央赋予的新使命，粤港澳3地该如何贯彻落实？直播港澳台栏目推出新使命大未来港澳名人系列访谈。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强调，香港和深圳在前海深化合作，绝不是把香港的业务搬到前海，而是要共同做大现代服务业蛋糕，共同应对挑战。香港还应该成为前海的超级联系人。针对横琴方案提出的一些创新，梁振英指出，这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昨天出这个前海的这个方案，这个因为您这个从40年前就一路跟进深圳的这个规划，然后您怎么看？就是这个从深圳这个一路的发展，甚至说这个大湾区建设的这个作为一个见证者，昨天这份方案，您觉得这个整体来看的话，最大的突破点是在哪里？香港这和深圳啊，这两个城市呢，是一双很特殊的一个城市。过去10多年来呢，有很好的合作的发展经验，而且呢，两地这个创意发展呢也做得非常好。前海呢一直呢它是对标香港的这个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这个金融业的发展，为香港搭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这次呢，前海呢把它的这个区域呢扩大，使得香港这平台呢比过去就更大了。我看我们下去的合作呢，主要是呢把前海的这个优势呢把它发挥好。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很多的一些政策呢要落实好，使得它能够落地，使得香港有关不管是这个金融业或其他的有关服务业啊，能够在深圳、前海这平台上呢发挥好。前海方案提出深化与港澳规则对接，合作走向深水区，就意味着更多的盲区将暴露出来。梁振英指出，国家要求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走向深入，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地方政府必须积极对表，勇于担当，直面深入合作中遇到的新问题。他还指出，香港可以利用国际化的优势，在国际社会做前海的超级联系人。在往前走，在进一步合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解决由于3个字造成了障碍。这3个字是什么？就不知道。就是我们必须知道对方的能够给予的支持、配合、机遇是什么？这个双方都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香港和深圳的前海呢，虽然这个地理距离很近，但是毕竟呢是一个国家里面实施2种制度的社会，这个人流、物流、资源流、信息流不是完全的这个畅顺。香港对前海的能够给予香港的这个机遇呢，不知道。国际社会呢对前海呢就更是不知道了。那么香港作为我们国家最开放最高度国际化的一个社会呢，就有一个功能，可以把前海最新的方案，前海提供给国际社会的机遇前海的需要，通过香港呢往外面解说，也希望呢能够引进国际的资金、人才和技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梁振英指出，作为老牌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金融产业确实到了必须要提升的时候。现在国际和国内竞争都十分激烈，香港金融业必须好好研究前海，抓紧机遇，引领国家的整体金融产业发展。一直都在说这个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但是其实呢，我们现在最近看到，像是北京成立了证券交易所，然后在横琴，其实这个横琴方案当中也提到了要给澳门要有适度的这种金融发展的一个空间。其实包括像是广州有很多的这种国际银行一些，其实竞争非常的激烈。那其实这个其实方面，您觉得这个大家之间会不会有一个竞争的关系？特别是在前海这个地区，香港搞金融，它有搞金融，那么香港跟前海怎么合作？简单的一句话呢，就是香港可以扩大我们的金融服务门类，做一些现在做的不大，或者现在根本没有做的一些金融服务，我们就可以把一部分这些活动放在
前海这个平台上，让它继续成长，服务整个深圳、广东以至整个中国内地。不管是贸易、航运、金融，这些都是香港的一些传统的有优势的产业。现在这个门类呢还是很窄。你比如说做保险，在香港呢，我们做人寿保险做得很大，卖人寿保险的这个队伍呢人数很多。但是我们做这个物产的保险，我们做航运的保险、船舶的保险，我们做多少？不多。但这个不多呢，也说明一个将来发展的潜力。梁振英表示，香港从来都不怕竞争，香港应对竞争的途径是增强自身的本领，而与前海的深度合作有益于香港金融产业做强做全。在强和全这两个字上面大有文章可做。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国家现在是基建大国，银行借钱，修基建，银行签了这些贷款协议，这些贷款协议呢就是一种资产，它是可以证券化的。我们这个有没有做？没有做。香港是不是可以做？可以做。香港有一些专家，我们可以和国家一起，这个包括在和前海一起做。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是国家对包括前海在内的区域的新要求。日前公布的横琴方案就提出了将横琴部分区域授权澳门特区政府管辖的新模式，受到外界高度关注。最后还想再请教一下，因为这个横琴模式呢，就刚才说的这个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它其实这个大家这个方案一出来，大家都哗一声。其实你觉得这个在深圳其他地区会不会可以再大胆一些？澳门和珠海在横琴上的合作呢，很说明什么呢？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底下，这个合作的潜力非常大的，而且呢，一国两制是有生命力的。珠海和澳门之间这个新的这么一个合作关系啊。我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我非常支持，非常赞成。但是我看要先走一段吧，看看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吸取一些什么经验啊？要是不是我们可以复制到前海或其他内地的其他地方，让香港呢跟这个模式呢，也推动内地的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随着前海合作区面积大扩容，多项更有利政策落地，深港合作的平台再获升级。同时，前海方案为正处在由乱及治、由治及兴关键时期的香港乘势而上，找准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的交汇点，开辟了更为广阔的舞台。方案明确，前海合作区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方案中，合作、前海、发展这三大关键词分别出现了48次、43次、37次，港澳一词出现了34次，这也显示出方案所要达成的宏伟目标。截至今年8月，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累计注册港资企业1.15万家，注册资本1.28万亿元。其产业布局以金融、现代物流、信息科技等为主，充分发挥了香港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业和基础科研优势，与深圳市场人才和体制机制优势实现互利共赢。香港中联办发言人周一发表谈话指出，历史将继续证明，全球发展的最大机遇在中国，香港发展的最大机遇在内地。内地广阔的市场腹地和丰富的要素资源，是香港破解产业单一、发展空间不足、流动渠道狭窄等问题的金钥匙。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香港的独特优势必将进一步彰显，发展动力必将进一步增强。前海方案就非常精准的、具体的、及时的摆在眼面前的，给香港的产业转型升级带来了一个增长点。而且总体方案呢，其实是非常友好的，也非常富有期待、非常信任的，那给香港留下了充足的这个份额。那就看香港它是否能够利用好这个前海方案给足的这个空间，来及时转化自己的比较优势，将香港所长转化成国家所需，也转化成香港经济增长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增长点。汇集到香港的这个各阶层产业以及这个香港青年世代身上。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监方舟认为，前海方案将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14.92平方公里增扩到120.56平方公里，进一步拓展深港合作空间，可以成为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内大循环和发挥国内国际双循环桥梁作用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找准了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的交汇点。因为前海呢，它担当了一个特殊使命啊，那么这个服务香港面向世界啊，首先它也是一个这个内外循环的这个结合点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深港能够共同合作呢，能够更好的发挥前海作为这个内外循环的结合点的这样的优势啊，因为呢，这个大家知道，香港的优势主要是原来是在外循环方面啊，它这个因为过去作为国际自由港呢，跟这个西方世界的这个接轨的程度比较高，所以前海的很多现有的这个针对香港的开放政策啊，实际上就是想办法让香港的优势产业参与到这个国内大市场这个大循环里头来啊，那么这样呢就能够做到这个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啊。同时反过来呢前海又担当另外一个使命，就是香港所需，这个广东和深圳所能。未来的前海发展蓝图将在前海合作区内建设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探索不同法系跨境法律规则衔接。香港律师会会长陈泽明认为，香港律师应该主动拥抱国家发展机遇，而前海就是重中之重。他还向香港的律师同行们推荐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合资格者可申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城市执业，办理适用内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務。深圳裏邊其中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前海啦。咁所以前海嘅發展呢，我哋香港律師會從來都係重視嘅。如果一個香港律師有香港嘅執業資格，加上一個大灣區嘅執業資格嘅時候呢，我哋可以提供一個一站式嘅服務嘅，我覺得係無可限量嘅前途。方案还提出，深化前海合作区内地与港澳律师事务所合伙联营机制改革，支持鼓励外国和港澳律师事务所在前海合作区设立代表机构。当前在前海已经有港人捷足先登，曾有粤港澳3地工作经历的港籍律师黄善端，3年前正式加入前海。如今他所在的全国第1家2地联营律所，已经从前海试点模式成长为了全国推广模式。2地的联营律师事务所，也就是说，联营方本身就有内地的律师事务所，还有香港的律师事务所，它本身就是一个创新这个。然后现在香港律师可以作为我们独立的法律顾问，内地和香港的法律服务团队合二为一，可以一并考虑2地的法律，一并同时间给客户提供意见的话，在服务上是一个极大的优化。这个联营所的模式是一个很好的展示了前海的示范作用，因为我们14年开始试点，然后到后来19年左右开始推广到全国，也在海南建立了联营所，在青岛也建立了联营所，然后其他的律师事务所也在上海其他地方都有这个联营所的开始的推广了。黄律师说，他不仅是来享受红利的，更重要的是要来前海一起帮忙解决问题，有机会参与多项2地立法工作，推动更多行业港人港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他的最大心愿。我最深的体会我就发现我进来以后，我不是来直接就享受各种政策来要这个红利的，我还要发现问题。前海作为一个示范区就很多试点走在前沿，然后把问题解决了，才能拿出去作为示范，让大家去复制。然后到时候扩区之后，我期待着有更多更大胆的政策，在这个大时代的宏伟蓝图的背景之下，在法治建设、法律服务还有其他专业服务领域。激发出创新还有开拓的火花。在提升法律事务对外开放水平方面，方案还提出探索完善前海合作区内适用香港法律和选用香港做仲裁地解决民商事案件的机制，探索建立前海合作区与港澳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和交流新机制，支持前海法院探索扩大涉外商事案件受案范围，支持香港法律专家在前海法院出庭提供法律查明协助，保护进行跨境商业投资的企业与个人的合法权益等。
实际上，类似具体惠及港人的措施还有很多。观察认为，相关方案为港澳发展描绘了更具体的蓝图。港澳如果能把握机遇，乘势而上，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将逐步得到解决。一国两制实践将展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好，相关题马上来连线中国社科院台港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魏南芝。魏女士你好。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那外界认为此时正是香港由乱及治、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您认为从中可以看出中央怎样的思考和战略布局呢？由乱到治，我们都很清楚，从2019年黑暴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爆发以来，整个香港和内地的事实上，人员呢、经济啊各方面的往来是有的很大的阻碍的，但是通过这个国安法等等的，就是说香港的这个止暴制乱已经完成了。这就是这次中央痛下决心的背后，就是要解决这个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就是要将香港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内地紧密的融合到一起。我们不仅仅的是一个经济层面的、技术层面的，更多是人员层面的。这样的话才能够实现一个人员通过互通互联一起工作。互相交往，才能实现一个香港的人性的回归，也是对香港自身的这个竞争力的一个巨大的提升。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呢，我们就要回顾香港回归20多年来的一个特点，就是以前香港社会会经常盼望着，内地的城市中央领导人来香港的时候呢，送各种各样的大礼包。这个大礼包的背后，其实是一种被动接受。但是被动接受的背后，往往很多媒体啊也评价过，就是说香港回归20多年来的很多回归红利，只是由香港的少部分人拥有了，大部分人没有享有这样一个红利。那么如果说中央对香港怎么样从由乱到治、从由治到兴的过程中间，还是采用老路子，肯定是解决不了问题。要有怎么样的新路子？那这次的前海方案就是个新路子，就是要尽可能多的将香港的尽可能多的社会的各阶层能够融入到这个前海的方案中间来，找到自己的可能的角色，而且能够跟这个内地的制造业呀、科技发展呀、服务业呀，包括这个绿色金融啊等等的，能够更好的融合到一起，然后通过就业，通过这个共同的工作，通过这个共同去做一番事业，甚至以这个为基点，全面服务于我们的一带一路的战略，服务于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建设。这样的话，整个香港的建设和香港社会的发展和香港的这个前景和动力和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它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想中央从这个方面是有很深远的考虑的。中联办发言人在回应方案发布时表示，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与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香港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甚至有港媒警示前海过后无挺大。那您认为香港应如何把握前海机遇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为什么非常好呢？就是说这个时代是一个不进则退的时代。我们站在这个深圳湾看看两边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感慨。因为要知道，在1978年之前，深圳是宝安县，是一个小县城，但是今天的深圳已经毫无疑问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特别深圳它不仅仅只是有这个服务业，它更多的是它的科技创新、它的制造业，以及它深圳背后的东莞的整个的这个珠三角地区的整个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引擎。大家都知道，2020年新冠肺炎发生以来，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的主要的经济体中唯一的经济正增长的一个经济体。那在这个过程中间，珠三角、长三角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面，如果香港还在固守着自己以前作为在改革开放之前作为中国内地和西方世界的沟通唯一的一个沟通渠道，这样一个窗口，这样的心理去面对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的话，那香港必然是落后。而且香港也看不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全球的生产链条和全球的经济中心和全球的产业结构各方面的变化。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不更好的、更快的、更有效的改变自身，融入到这个机会里面去，那香港必然是不进则退，而且不是快速的进，也是退步。这句话是说到了点子上。阿富汗临时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内成立，新政府成立后将重新制定或修改宪法。
据报道，塔利班称已经邀请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等6国参加阿富汗新政府成立仪式。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回应称，如果新政府是具有包容性的，俄方会接受邀请。中方则回应表示，中国支持阿富汗组建开放、包容、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周一在记者会上表示，阿富汗临时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内成立，新政府将为临时政府形式，最高领袖阿洪扎达将很快公开露面。穆贾希德称，新政府是包容性的，将会邀请前政府的军事人员加入新的安全部门，妇女的权利将在伊斯兰教法的框架下得到尊重。他称，当前阿富汗的战争已经结束，希望阿富汗成为一个稳定的国家，并呼吁阿富汗民众不要参与示威和集会活动，因为国家刚刚走出危机。就塔利班之前讲呢，他们不打算建立这个过渡政府，而且呢，他们是打算一步到位。那么现在呢，又说呢，他们现在接下来要成立这个政府呢，是临时政府呢，说明他在这个建设这个政权的过程中呢，还是充满了变数。所以他现在成立一个临时政府的话呢，也就是说呢，为未来的任何的变动呢，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这个呢，说明呢，塔利班呢，现在已经体现出了相当大的灵活性。2007年，阿塔曾为在阿富汗重新执政起草了宪法大纲，系统阐述了塔利班未来执政后的政策纲领，明确表示伊斯兰教义将会是新政府的最高指导方针。穆贾希德在会上宣布，等体制一确定下来，就会就宪法开展工作，要么会重新制定，要么会修宪。塔利班在第一次这个执政的时候，也就是1996年到2001年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制定任何的宪法。现在他有这种想法，而且呢，甚至呢也说呢，有可能是修改这个宪法。因为这个呢，因为是塔利班现在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说呢，他所建立的这个政权呢，无论他的国体是如何呢，他的首先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谋求国际社会的承认。所以在宪法这一块上呢，他作为一个继承者的这样一个形象出现的话呢，可能他们会认为呢，国际社会的接受度会高一些。对于保护妇女权利，塔利班周日正式发布文件，规定女性可以入读大学，但必须穿长袍、戴面纱。另外，男女学生要分开上课，女学生每堂课要比男学生提早5分钟结束。阿富汗国内大学近期开始恢复上课，从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可以看到，位于喀布尔的阿维森纳大学教室内的男女学生被要求分坐在教室两边，女学生们身着长袍，佩戴头巾，面目清晰可辨，男女生中间有一道灰色不透明帘子相隔。路透社报道称，阿富汗境内多所大学都出现了类似的场景。随着阿富汗塔利班紧锣密鼓地开始建立新政府的准备，阿塔称已经邀请中国、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卡塔尔等国参加组建阿富汗新政府的成立仪式。塔利班以前的非常坚定的支持者，比如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等这些国家呢，他都没有请。反之呢，他是却请了这个伊朗这个以前的对手，同时呢，像土耳其和卡塔尔呢，都算是比较开明的伊斯兰国家。所以我觉得呢，通过这个邀请的名单呢，显示出呢，塔利班呢，他打算向世界上展示的一个是和过去的塔利班非常不同的形象。他的政府也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政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表示，中国始终支持阿富汗组建开放、包容、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奉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坚决打击各类恐怖势力，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友好相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表示，如果新政府是具有包容性的，俄方会接受邀请。На сведения,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движения талибов предпринимают шаги, направленные н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нов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страны. При этом мы выступаем за скорейше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инклюзивного коалицион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с участием всех эт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ил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включ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меньшинства. 在谈到关于与中国未来的关系与合作可能时，穆贾希德表示，中国作为重要的大国，塔利班希望未来阿富汗与中国在多个领域和方面开展合作，如经济和贸易方面、水利、电力和天然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具体项目。穆贾希德表示，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并希望塔利班能够加入其中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拉希德对此表示欢迎。
值得注意的是，穆贾希德此前已经多次表态支持中国“一带一路”计划。上周五，穆贾希德以视频方式出席巴基斯坦阿富汗青年论坛一场题为“共同重建阿富汗”的国际会议。期间，他明确表示，延伸中巴经济走廊，使之与阿富汗相连接非常重要。上周三，穆贾希德还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塔利班非常重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阿富汗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中国的帮助将有助于塔利班找到走向全球市场的渠道。阿富汗形势向好，印度媒体却无中生有，妄称阿富汗塔利班计划将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使用权移交给中国，用于行动需要。中阿之间正就相关事宜展开讨论。对此，外交部驳斥了这一谣言。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这纯属虚假消息。尽管塔利班宣称阿富汗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但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当前的阿富汗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以美国为首的7国集团正组织会议对阿富汗局势进行讨论。日本外相周日对外放出消息称，7国集团有计划邀请中国和俄罗斯磋商应对阿富汗局势。不过，俄罗斯方面很快做出回应称对此并不了解。那么，7国集团成员国如此热切地针对阿富汗局势采取行动，是真的想帮阿富汗解决问题吗？来看报道。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周日在日本广播协会的节目中称，7国集团外长将于本周就阿富汗问题举行会议，届时将会邀请中俄出席，一共会有20多个国家参与。按照茂木敏充的说法，中国和俄罗斯对阿富汗有一定影响力，并强调中俄两国参加此次会议的重要性。对于日方的说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于当天晚些时候表示，莫斯科对有中俄参与 G7 阿富汗会议并不了解。此外，扎哈罗娃还一针见血地指出，7国集团内部口径不一致，这也意味着 G7 成员国对他们想要从自己和周围世界中得到什么缺乏清晰的认识。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曾表示，俄方正积极推动解决阿富汗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日前也指出，阿富汗问题的妥善解决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支持。显然，中俄正为解决这一热点问题出谋划策，但这并不代表中俄两国要为西方国家收拾烂摊子。中俄出手帮忙，既是出于道义，也是以大局为重，但这不是被捆绑出力的借口。想要真正解决阿富汗问题，国际社会应团结一致，共同参与，而非各自打自己的小算盘。下一步呢，因为阿富汗问题牵涉的非常的多，也牵涉很多问题啊，也需要在联合国这个平台上啊，在安理会这个层面呢进行协调。那么中俄这是2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很自然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难以替代的作用。当然，中国也是阿富汗的邻国，俄罗斯啊，因为有跟阿富汗问题有非常深的渊源，所以我觉得要讨论阿富汗问题，肯定是无法绕过中俄。外界也质疑，此次由美国务卿布林肯在网上号召组织的7国集团外长会议，究竟能不能谈出实质性的内容？毕竟在G7内部，英国方面已有声音开始质疑与美国的同盟。英国可能是反弹的最厉害的，当时英国国会辩论的时候，有人公开的提出指责和批评啊。那个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是误判，更重要的事先没有跟人家沟通。正在卡塔尔开展访问的布林肯则表示，目前仍有约100名美国公民滞留阿富汗境内。不过，塔利班已向所有符合条件离开阿富汗的人承诺予以安全放行。布林肯称，美国将让塔利班遵守这一承诺。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美国务院向媒体披露的行程安排，布林肯在此次访问中并不会与阿塔驻多哈政治办事处的成员举行会面，这也就意味着美方将通过卡塔尔来与塔利班保持接触。据美联社报道，布林肯与美防长奥斯汀周二在多哈同卡塔尔国家元首塔米姆会晤，重点就两国关系以及阿富汗问题进行了讨论。布林肯对卡塔尔为美国的阿富汗撤离行动所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希望卡塔尔继续协助美方与阿塔协调。
分析指出，布林肯和奥斯汀之所以在这个关键时机出访卡塔尔，是因为这个海湾国家对如今的阿富汗局势至关重要。被称为中东日内瓦的卡塔尔，不论是早期的斡旋工作，还是最近的撤离行动，角色都非常突出。早在2013年奥巴马执政时期，卡塔尔就在华盛顿支持下，让阿富汗塔利班于多哈设立外交及政治办公室，自此成为国际社会跟阿塔之间的桥梁。在美军撤离行动结束后，卡塔尔及土耳其日前也宣布将提供3000万美元财政援助，协助喀布尔机场重启，以早日恢复国际航班。分析指，卡塔尔和塔利班一样同属逊尼派，意识形态比较贴近，让其更好担任中间人角色。如今，阿塔正紧锣密鼓协商组建开放包容、有广泛代表性的新政府，很大程度上可参考几个宗教保守程度不一的海湾酋长国管制模式。而卡塔尔过去20几年的亮眼发展，对于阿塔来说也具有不少参考价值。比如在国际社会担忧的女性权益问题上，卡塔尔模式就有一定借鉴之处。卡塔尔的女性权益同样受到男人监护人法律限制，女性也需要佩戴包裹头颈的围巾。在公众场合仍有不少是禁止两性共处，但在卡塔尔，女性获准投票、上学和工作，女性参与劳动人口比例甚至是阿拉伯世界最高之一，当中也不乏女性公务员，甚至有的女性走上政治的舞台。近年，女性入读私立大学的比例急升，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卡塔尔分校的女学生比例更达57%。卡塔尔的转型呢，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也是反映出中东海湾国家它在这方面就努力的寻找自己的一种发展道路，适应形势的变化。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是一个就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